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呢是2025年的8月5号，星期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下全世界主要几个国家最新的移民动向。过去十几年呢，我们很多中产家庭用脚来投票，靠投资、留学、创业签证移民到世界各国。但是呢，在2025年开始，这条路呢就变得非常的难走啊。那么这几天呢，就是这几天不少移民国家非常热门的一些国家呢，他们的移民局又发布了最新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这个让我们都觉得这些移民局是够忙的真的是够忙的。从美国重启签证押金的制度，到日本将移民门槛提高了6倍，再到欧洲、加拿大、澳洲相继收紧了这个移民的一些政策全球呢像统一了这个移民的口径。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聊一下，告诉大家最新的这些移民的变化，普通人还能不能移民？如果要移民，又该选择什么样的移民方式先说美国最近特朗普政府呢宣布要重新启动一个在他第一任期末短暂试点过的一个老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签证押金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是来自一个高风险的国家，比如你的这个国家签证逾期率很高，信息核查能力很差的地方你想申请到美国的旅游签证或者是商务签证，那么你就要先交5000、10000甚至是15000刀的这个美元作为押金。那么这个押金，如果你最后没有逾期那么他就等你回去以后呢，就你回到这个你所在国，他会退给你的。如果你逾期了，你赖着不走了，那么这个钱呢就直接被美国政府收了然后呢，他到时候就是按照就是遣返你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费用来遣返你。那目前呢，美国呢只是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政策还没有明确公布是哪些国家。但是呢，从2020年的试点来看，就那个时候的政策，主要是非洲和中东国家，比如说像利比利亚、也门、伊朗、阿富汗这一些当然了，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会不会在这个名单的里面。这个呢，我们还要等看一下我们会到时候给大家公布的。那这个签证这次呢还有一个新加的一个内容就是叫诚信费。这个诚信费呢是$250。从2026年起，绝大部分非移民签证就你不管是商务签旅游签还是什么签只要你不是这种长期移民类型的签证你都要提交。那么这么一来呢，就一个签证呢，你可能要多花就$500到$600，甚至就更多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了一个信号，就美国的签证就是已经不是长期移民了，就是签证开始，它从这个欢迎转向限制签证申请呢，也不再是一个过去我们说的这个流程的问题，而是先从你诚信开始这里我敢说一句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就是这个要签证要收费或者说那个收押金吗？对，就这个签证收押金这个政策，我觉得很快也会被全球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所复制的包括像什么欧盟加拿大英国，因为美国现在就是一带头，后面呢就跟上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一讲就是日本经营管理签证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在过去10年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呢是非常热门的一个移民的途径，尤其对于中国人那么只要你拿出500万日元，
大概人民币的话是24万人民币啊。在日本注册一个公司，你就能拿到签证啊。你甚至呢就不需要真的做生意啊，只要租一个办公室，请一个兼职的员工，你就能够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么到了2024年呢，持有这种签证的外国人呢已经超过了4万人啊，其中呢一半是中国人，就是4万个经营管理签证，2万个是中国人啊。但是呢，这一切呢现在都要变了啊。根据日本最新的计划，资金门槛要提高到3000万日元啊，大概就是146万人民币。而且呢，必须实际雇佣至少1个正式的员工啊。那么这个新政策呢，它不是2选1啊，就是这2个条件必须同时要满足的。所以呢，就是它这个要求其实是一下子瞬间提高啊。那么重点就来了啊，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太多的外国人呢，搞了很多的空壳公司啊。日本警方查过，在一些写字楼里面，一层楼有几十个公司注册啊，却连一个电脑也没有啊，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对吧？甚至呢，有印度餐馆的皮包公司啊，表面呢是开饭店的，实际上它是搞劳工中介的。这些签证中介呢，它也是很多套路啊，帮你就是一条龙服务，从这个写商业计划书啊，伪造这个营业的流水，拍假的办公室的照片啊，甚至就是他教你怎么去进行面试啊，这种一条龙的。那么日本人呢，他们就看不下去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是事实，对吧？那么日本的政界呢，就有人开始说了啊，说这个签证呢就是一个漏洞啊，所以呢这一波就是经营管理签的改革呢，是一场这个针对投机性移民的大扫荡啊，就日本媒体是这么称呼的。那我个人呢，我觉得就是之前啊也有一些网友就是在一些媒体上发表这个日本经营管理签，我当时就说，还是去年的时候，我说其实这个签证本身没什么毛病啊，主要呢就是你是不是真的有业务，对吧？你不是说你跑过去开个空壳公司，然后在那儿就是享受一些当地的一些福利，然后你在那边去打工，对吧？你并没有真的就是说去投资开这个业务的啊。那么再讲讲这个欧洲和英联邦的国家啊，葡萄牙其实之前已经做过一期了，对吧？说那个曾经的黄金签证的移民国家欧洲天堂，2023年呢，它其实就开始大收紧了啊，取消了买房移民的这个路径。那么现在2025年呢，它大砍这个就非欧盟移民的配额啊，就是你不是欧盟的移民，它就开始要对这个移民数量开始很大的限制。华人呢去葡萄牙开公司啊，搞这种居留加房产的组合的套路呢，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啊。再接下来讲讲西班牙。西班牙呢最近啊就开始审查了数字游民签证啊，还有就是创业签证的真实性。那么这个数字游民签证也是的啊，就主要是他们搞一些什么虚假的创业项目、创业公司啊，还有就是假的流水啊什么的啊。那么最近啊，就我得到一个数据，就最近在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像这种工作签的批准时间啊，都从这个六个月到1年啊，它正常的是3个月到6个月嘛，他们现在都改变成6个月到1年，并且呢，像这个数字游民签证什么的啊，这种还有这个创业签证，拒签率现在很高的，那个工签现在拒签率也很高啊，因为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大量的这种假的合同，买合同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都在收紧啊，都在严查啊。然后说德国啊，德国呢现在正在推动一个蓝卡的改革啊，虽然呢就是他们的开放程度提高了啊，但是呢他们现在就更倾向于高技术人才，就你过去那种也是的，像什么买房啊、办公司啊，
搞假流水这种方式呢是不行的啊。还有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就很多人以前就是移民美国嘛，然后觉得美国太难了，得到那个绿卡太难了，那么大家就去加拿大啊，因为加拿大比起美国来要获得绿卡，就枫叶卡实在是太简单了啊。但是现在呢，它也是收紧了啊。首先呢是留学生签证配额被大幅度的削减啊。第二呢就是提高了生活资金的门槛啊。还有呢就是关闭了低质量的这种学校的通道啊。那么加拿大政府有一个计划，就是到2027年啊，他们要把移民的总量从每年的50万人砍到30万人啊。那么这个呢，对很多准备留学转永居的人来讲，是个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从最近看到就是网上说反润的人里面，一大部分人都是加拿大的啊，因为加拿大的这个，首先它已经这个政策彻底就反转了，对吧？第二点就是它生活成本也很高，一旦就是人家觉得留不下来，那么就会考虑走的啊。还有呢，就是澳大利亚，呢，2025年呢，把这个移民的配额削减到10年以来最低的数字，和这个2022年、2023年年度的52.8万和2023年到2024年的年度的43.5万净海外移民分值相比呢，净海外移民的人数预计到2027年到2028年和2028年到2029年要降到22.5万就是说从53万、44万降到23万这个就一下子等于是一半没有了，对吧？并且呢，就是政府呢要表示呢要优先引进真正的高端人才并且就是重点打击低薪雇佣、挂名职务等这种假的劳务。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反对党，他说如果是他上台，要把它削减到14万，但这个人现在就是他失败了，他没有成功，那如果成功的话，就比现在这个数字22万这个数字还要差，就只有14万，所以就是各个国家吧，应该来说都是就是卯足了劲要把这个移民给门槛提高。我觉得他们就是其实已经是不想大家移民了，因为这个趋势其实和那个我觉得和那个新冠以后大家说那时候都说什么这个因为新冠一下子全球不流通了嘛，那这些国家人一下子少了很多，对，他们就开始搞了一些这种政策。但是新冠一下子以后呢，就这个一下子人来了太多了，加上就是川普现在就是带头嘛，开始要驱除美国的移民。那么我认为就是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没有经证实的，但是我最近也一直在看，就我觉得川普呢，他现在对全球不是有一个那个关税嘛，那么他用这种关税的这种方式，对吧？因为你想，他向每一个国家去征收关税，那人家等于一下子经济就更困难了，就少了一大部分钱。就不但他要你征收关税，他还要你把那个就是钱去买他的什么天然气去投资他这个国家，对吧？去投资美国。就像他们昨天我看到瑞士钟表业就一下子，因为瑞士钟表业美国是最大的买家，他现在要对瑞士要征收40%的关税，就是瑞士就有很多人会失业我觉得特朗普就是他把这个关税作为一个开路先锋，先把你谈到一个数字，对吧？那然后就是你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一个政党，你在这种像什么各种政策上面，你就要向他靠拢，对吧？因为他可以跟你谈判他说你移民政策跟我一样，或者说向我靠拢，那么我就给你关税上给你点优惠，后面再给你谈，完全有可能。他必须要做到一点，就是让他自己在国家里面就是能够认同他，对吧？起码他说你看其他的民主国家，其他的国家也在跟我统一一样的移民的政策，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全球的移民政策肯定会很快的不停的有新的
内容在发布，就像现在这2天，你看就感觉就是1个礼拜就出来一些很多新的政策，以前这些移民局都没有那么忙啊，好吧？那么看到这里呢，我觉得大家也有答案了啊，就是说现在啊，就严格在什么地方？就过去呢那种靠花钱买身份啊，或者说呢，就是你包装一个什么投资项目啊，包装一个什么创业啊，这种方式呢，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啊。接下来呢，有几类人呢，我觉得会真正的成为移民的主力啊。首先呢，就是有真实技术的人，不管你是 IT 啊，还是 AI，还是医生，还是工程师，还是研究人员，对吧？就是说你真正的是有这些硬的这种技术背景的啊，那这也是各个国家，你看我们前面讲了好几个国家，他们都需要这种高技术的人才，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有海外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因为这些人呢，他去海外留过学，他有生活的经验，那么虽然呢，就是他们这种不管是配额啊什么啊在降低，但是呢，就他在美国读书的，他留不下来，他可以到欧洲来啊，或者说他可以去别的国家，对吧？就是说他还是有一些机会啊，比起就是从国内直接出来的人来讲，他的机会是更多的，就是他找到工作的机会概率也更高一点，对吧？第三呢，就是语言过关，适应能力强，家庭的结构呢相对要简单一点的啊，语言肯定是没办法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你适应能力要强，就你到了哪里，对吧？就是你始终要在这一波人里面，你要是冲在前面的啊，就说白了，也就是什么苦你都能吃得起啊，也足够勤劳，对吧？并且呢，你的家庭也很简单啊，你要是在什么拖家带口啊什么，就像那就是一个人咯，也不一定是一个人，就是说你肯定很简单嘛，就你1个人2个人，对吧？你最好没孩子什么的。就你之前有人咨询啊，就他自己还没来，他已经先考虑到他的什么孩子啊，什么还有什么他还有一个别的孩子什么的，就这种，对吧？这个就太复杂了。还有呢，就是有长期的规划啊，就真正的能够在当地就是落地的啊，就是你肯定要想好，就是你比如说2年1年你把语言学好，然后你打算啊在多难的一种环境当中，对吧？你愿意花多少时间啊？我觉得像我们就是没有长期规划，我们就是缺乏长期规划，我们没有想过就是很长的时间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不行就算了，对吧？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我觉得像我们这样是不行的，就必须你要有长期的规划，就如果你铁定心你要留下来的人，对吧？而几种人会被逐渐的就排除呢？首先就是靠中介包装搞假文件的人，首先政府他已经打击了，对吧？移民局都已经打击了。第二点就说明你完全就是你对这个社会是不了解的，你也没有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低价买房空壳公司搞身份的在过去有些人很聪明的，他觉得哎我搞个什么日本经营管理签，对，然后我找一些人来我这边消费搞个流水，我再把钱还给他，搞了一些做假账什么的那这种东西就是你现在他们已经严打了虽然你很聪明，对吧？但是人家也不是吃素的，人家现在就抓这个东西，因为再怎么样你这个东西是有漏洞的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他们，我觉得现在就是他们宁可就是错杀他也不可放过一个，就你去他就给你拒绝，对吧？包括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像这些要续签的人，什么日本经营管理签，他如果把这个金额一下提高到6倍，那你原来靠那些东西，就是说刚去的人，到了第2年要续签了，他肯定审核的就超级严格，对吧？你就很难了，对吧？还有就是呢，有一些像那种什么先把身份拿到这种逃离型的移民很多，对吧？也就是说现在就说那种认快认就很多中介制造焦虑，对吧？让大家快点认那么像西班牙这种或过去葡萄牙也都有的，就是搞一些什么扎根居留对吧？你先黑过来苦个2-3年，然后你去办一个扎根居留
啊，先拿到身份，对吧？但其实这种都是就属于没有长期规划的，因为你这种通过一些你说买合同什么，你去等个2-3年或者打苦工，你是拿到身份了，但是你到了后面，就他只过了第一关，或者那些什么搞非盈利的，对吧？就是他没有这个钱，他搞一些假的流水，他来了以后，就是跟他想的不一样，找不到工作，就这个身份你还要为这个身份你又花了一笔钱，像交什么每年的社保啊，交什么各种费用啊，对吧？最后你也什么都没得到，因为你就熬不到这个5年10年，因为他现在这个政策还在每天的变严，就他们直接就是把这个数字变少了。就比如说他本来说我要有30万个移民，那么我现在只变成10万个移民，那这20万人就没有了。20万人他通过各种方式，什么签证给你给你居留，什么从6个月给你批到1年，还有就是他给你什么就一点不符合就给你拒掉，或者大量的拒，或者他只筛选那种就是质量好的，就从最好的到最差的，他就按照这个情况来排列，对吧？或者他提高每年的这个要求你的工资的门槛，反正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吧，我觉得很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是一个移民就是重新洗牌的一个时代就他们真的是需要就是你够卷的人来就不是需要躺平的人来。以前就是疫情的时代，他们没人来2个人来躺平没关系的就花点钱就行了现在他不需要他需要你真的能够卷的人所以吧，我们觉得呢，全球就是移民的政策呢，进入了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期各种情况都在变门槛也在变，他们移民的逻辑也在变，机会也在变以前我们觉得呢，就是说你只要花点钱就能移民，对吧？那你现在就发现他们需要有能力的人来移民。这个呢，我觉得也像我之前说过的，我之前说的就是他们只要想不要你的时候，他只要换一个党派上来去说什么就可以了，对吧？对。但现在就他们也没有换，就直接就开始政策就开始来了，就是每个月出来一些新政策，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还在考虑移民那千万不要再搞这种就是假大空的东西什么幻想就还是要好好的规划，提升语言，对吧？找到真正的能够落地的机会才是我觉得在2025年以后，下半年以后，8月以后真正的这种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对全球的移民视角的这种信息，还有政策的解读呢，大家可以点赞、转发订阅我们。那么大家如果有一些移民上的问题，也可以私下的跟我们再联系好吧？我们下期再见，谢谢。谢谢。